师、同学、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最美人间事业天，春风含笑有如烟。在这春意盎然的美好时节，很高兴与大家相聚于抚州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一起聆听由市文管心理局、市社联、幼师高专共同主办，市图书馆、市摄影中心承办的文化抚州大讲堂公益人文社科类讲座。文化抚州大讲堂自3月23日开讲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和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和肯定，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办好大讲堂的信心和决心，也促使我们提出了名师加讲堂计划，请大家为大家传授临川文化。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黄建荣教授与大家就临川四梦的艺术价值做精彩分享。黄教授是东华理工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省第9届、第10届人大代表，先后入选教育部学位中心博士、硕士论文评审专家，江西省教育厅职称评审专家，曾任东华理工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文法与艺术学院副院长，江西戏剧资源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等职务，兼任中国曲艺协会理事、临川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也是汤显祖国际研究中心、王安石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黄教授长期从事楚辞学、语言学以及汤显祖名人文化、地方文化、民俗文化等研究，主编《临川近现代文化史》《临川四梦评注》等专著11部，发表学术论文61篇，完成省市科研课题21项，成果多次获评省部级奖项。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教育主要是理论的教育，是通过理论教育来进行道德教化和艺术教化，让人从中感悟到为人之法、为学之法。尤其是艺术，其本质并不是表演性的艺术，而是通过艺术等活动来陶冶性情，以寻求人生更高境界。得承而上，易承而下，行承而先，事承而后。因而艺术的根本在于培养人的品德和德行，而不仅仅是培养人的意识。在座的各位以后大部分要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事业，希望大家跟随黄教授步伐，理解中国艺术的本质，不断提升自身艺术修养，体会更多的做人做事道理，成为一个更具智慧的人，为祖国教育事业繁荣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下面呢，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黄教授为我们带来汤显祖临川四梦的文学经典意义专题讲座。这个开了吧？开了吧？这里就可以了。把这打开就是。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我作为汤显祖的家乡人也非常荣幸、非常高兴的能与各位一起见面交流。现在呢，我只是说把自己多年来学习、研究汤显祖以及临床释梦的一点心得体会，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汇报和交流。那么，关于汤显祖以及他的代表作《临床释梦》许多专家学者已经有过比较深入的讨论那么我的呢，就是主要是讲个人的一些体会那么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分3个方面等于说3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就是以情格理，蕴含深刻的思想内涵；第二是因梦成戏，高超奇巧的艺术构思；第三，生死为情，独特不朽的女性形象。下面我就先讲第一个方面既然要讲到它的思想内涵，那么我们一定要探讨汤显祖时代的思想背景，是吧？那么汤显祖所处的时代是明代的中晚期，也就是说明代的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当时来讲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还是在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呢，源于宋代的程朱理学仍然占据儒家的正统地位。程朱理学是指是呢，就是北宋的程颐、程颢和朱熹那么他们这个观点呢，就是它的有个重要的理念我这里是只列举一条，就叫是存天理，灭人欲。因为从这个怎么讲呢？这个稍微我展开几句子，就是按照他们的理论，就是说这个理就是世界的本源，都是天下万物要遵循的普遍原则。那么体现在社会上呢，就是指包括儒家的那个伦理道德。那么体现在人的身上，那就是人性都是人性。就按照程朱理学的观点那么理想的道德原则是哪一条呢？最理想的道德原则就是我列在这上面的存天理，灭人欲。什么叫天理？什么叫人欲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日常的饮食生活，是吧？比如说我们日常的婚姻生活，一夫一妻这些关于人的基本的需求就是天理，就都是属于天理那么但是除了违背这个之外的，那就是人欲。什么欲比如说你普通的饭菜不合口，我要吃山珍海味我一个老婆不够，我要三妻四妾，这个就是人欲。那么所以他这个程朱理学，他的观念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回归正统。那么在当时的明代来讲那个当时封建统治者他利用程朱理学呢当然是尤其是对女性他在进行了一些禁锢与摧残这些摧残。那么怎么样禁锢和摧残女性呢？就是我们这里写的这一句话，他极力的包养精表女性的贞洁。怎么表现呢？就是立贞洁牌坊。这里简单说，这个所谓的叫贞洁观这个观点也是来源于宋代当时那个程颐他认为什么？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饿死事极大极小”，失节事极大，意思就是说，你饿死了，你还是小事；如果你没有贞洁，那个事还是一个大事，就是你尤其是，那么这个贞和节呢，它应该分开来说。什么叫贞呢？就是说，这是针对女性啊。刚刚我们这个学的可能女同学比较多，是吧？贞就是指女子没有结婚前要守身如玉，洁身自好，指她结婚前这叫贞。那么节呢，就是指你结婚以后，你丈夫如果不幸去世，那么你守寡，不再嫁给别人，这个就叫节，这连起来就叫贞节，是吧？那么当时在明代初年呢，这个朱元璋啊，这个开国皇帝就下过一个诏令。这个诏令是怎么讲的呢？我这里是说一下他的，不是说原话，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凡是民间的寡妇啊，你在30岁以前，如果你的丈夫去世了，你在这里为他守制，人呢守到50岁以后，你也没有改嫁，你就可以得到皇上的金表，就可以免除你家的差役。所以当时说，为什么说一定要50岁？当然我们知道，你女性过了50岁，她就不可能再生了，人家也不可能再娶你做老婆，所以她就有个时间限制。那么这种情况虽然是明代朱元璋他下的诏令，但是一直延续到清末，清末。那么当时就是一直到清末，就是我们现在到很多一些农村去可以看到一些农村大家树立的一些贞节牌坊。我这里就是在网上呢，转了2个这样的牌坊，有的是我拍的，有的是从网上摘的。这个就是贞节牌坊，这贞节牌坊，这是第一个，就这个时代背景我们要搞清楚，就是它一个这样的，那么第一个方面的第2个层面就是说，我们就要讲到汤显祖了。那么在讲他的临河四梦之前呢，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汤显祖的治情论，以及他在戏剧中的表现。什么叫治情呢？我就说，就是非常极其真实的思想情感，叫治情，就是你的感情到了极点这类的。那么作为汤显祖的治情论呢，我们可以用他自己的在那个戏剧里的话来说。这几句话我列在这上面的，这是来源于汤显祖的《牡丹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就说你把这个，那么他这个是就他的观点。那么他这是他的简介我们就记到这么几句话。当然这个话到了网上你也可以查得到，是吧？那么他的治情论，它的来源于哪里呢？这里我列举了3个人，来源于，因为每个人都有，不是他天生就会来的。一个是他的老师罗汝方，这个罗汝方是抚州南城人，他是明代的思想启蒙学派，叫泰州学派，他的有个代表人物叫王根，他的3传弟子。那么这个罗汝方，他对于人的多重寓取是非常肯定的，多重寓取是肯定的，他也发扬了他的老师提出的一些观点，第2个代表人物呢是王学左派代表李治。王学是谁的学？就王阳明，我们也经常听说过这个人。王阳明他就是王学的左派。王学分了几个派别，这里我们就不展开了。就他代表李治，
李治。这个李治呢，他主要是批评一些当时思想界的一些假道学。那么假道学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假惺惺的弄一些学问，是吧？认为人呢，那么但是他的李治的观点，他就是比较接近于普通市民，就是他反映的是市民的一些要求个人解放的这种呼声，他那个发扬了那个他怎么讲呢？那个王庚他有一个观点叫做百姓日用，什么叫做道啊？他说百姓日常生活就是道什么是人伦物理啊？就是穿衣吃饭就是人的人伦物理也就是，而且他还提出一观叫做同心说，叫儿童的童叫同心说那么这个同心说呢，就直接影响了汤显祖的自行论第二个是第三个人影响的人，就是这个佛学家达观，这是佛教，他是一个和尚这个和尚，他主要是利用佛教的禅宗批判程朱理学的批判程朱理学。他总是在这个达观这个汤显祖受他影响出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达观曾经劝说汤显祖要他皈依佛门，他还赐给了汤显祖一个那个佛号叫寸虚1寸2寸的寸，虚心的虚叫寸虚。那么他提出了一个什么观点呢？他就是汤显祖后来也他的戏剧里面也有佛教的影响。他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就是你有理就必须有情，有情就不一定有理。所以他这是一种辩证的观点当然他说了这些话呢，对汤显祖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是他的思想渊源我们简单的就说一下都没有展开我们有那个。那么对于他的理论来阐释，就是他的自情论他的理论阐释，我也分了就3句话给他概括一下3句话概括一下。就从宏观上看，世界是有情世界，人生是有情的人生。那么从理想上看呢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至情那么从实现的途径上看，最有效的至情感悟方式，那么就是戏剧戏剧。那么这个每一句话我都稍微比如说第一个方面，他为了人是有情人生，为什么说人生是有情人生呢？他认为人出生就跟那个情是联系在一起的，始终伴随着一个人的生命一直生命进程。而且呢，所有的人世间的万物都是有情，但是有情跟有智不一样情是每个人都有，但是智呢还不一定个人就有，所以这是有区分的那么这个有情人这个第二个理想的最高境界，他说的是至情那么至情，那么他为什么编了一个哪一个最能体现他的至情论呢？就是等一下我们后面会提到，这里说就是《牡丹亭》，牡丹亭就是他至情论的最好的演绎至情论。那么这种至情论呢，实际上我们说它就是呼唤的是一种精神的自由与个性的解放。一个讲，因为这个明代对这个女性的这个禁锢还是很厉害的。那么这个为什么说最有效的至情感悟方式是戏剧呢？这个是我是这个我是这样理解的戏剧跟我们，如果你不把它编成戏剧，
那么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没有读书的人，平民呢，他是看不懂文字的，看不懂文字，但是看戏啊，很容易啊，他只要你在舞台演，他就可以感悟得到，感悟得到，因为你说我来咬文嚼嚼字，我来写，写2首诗，写2篇文章让老百姓去读，老百姓他理解不了，但是看戏很直观，很直观啊，而且戏它可以随便的演绎，它可以演天地，演鬼神，演人物，演万物，演古演今都行。那么所以说，我们看戏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人看戏的比较少，但是我们现在看电视剧、看电影，但是古代没有电视电影，那么它就是看戏，它就跟我们现在看这个是效果一样的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舞台上这个戏剧的审美，那么你就说，你的人呢，你看的人，是吧？你会跟着他哭，跟着他笑，是吧？你是麻木的人，他可以把你成调整的人，把你调整过来，所以说呢，人们呢，他这最终就是能被他感悟，通过戏去感悟。所以汤显祖他这个自情录就是，所以他要通过戏剧来感悟这个自情的方式，这是也是他编临川四目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但他自己不是这样说的，他自己有他的道理的。所以他总体上来讲，他是希望通过戏剧，通过大家在观看戏剧的弦歌声中，把世界变成或者想象成一个美好的人间，这个是他的一个理论。那么下面我们就谈一下这个临川四梦里面蕴含的自情说，因为它临川四目嘛，当然我这里也简说，这个是说，第一部他写的第一部戏作，是《紫钗记》，当然在这个顺便说一下，《紫钗记》之前，他还写了一部书叫《紫霄记》，但是那部书没有编完，后来呢，他在这个南京做官的时候，他就把它没事的时候就把它改成了《紫钗记》。那么《紫钗记》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它是一个什么自情呢？就真情战胜恶情的体现。他通过霍小玉、李毅夫妇为维护爱情婚姻，与当朝的权贵卢太尉，太尉的权位很大相当于那个时候的宰相差不多，进行斗争的过程，表现了以情革权的主题。这个注意这个革字，这个革权是什么意思？革就是抵抗的意思，反抗的意思，就是以他的情来抵御当时的那个权力，反映的是这个主题。这是《紫钗记》，这里显示的是这是古代的版本古代的版本。这是《紫钗记》的，它体现了自情说。那么《牡丹亭》呢？那么就是在《紫钗记》的基础上，用真情战胜恶情的高度升华。当时那么这个当然这个可能对大家可能，临川四目我不知道熟悉不熟悉，但是经常我们这个文昌里最近经常会演那个寻梦是吧？《牡丹亭》，那么这个就是可能有的人同学到看过，有的人没到看过。那么这也是他的代表作，他就是通过杜丽娘、柳梦梅，尤其是杜丽娘为了爱情而生生死死的动人故事，展现出情胜于理的内涵，深化了以情革理的主题，再现了人性的光辉，所以它具有人文主义的启蒙意义。人文主义这个是《牡丹亭》的古代的一些版本所以这个启蒙意义，我就把它认为是真情战胜恶情的高度升华这是文学上的。
第三《南柯记》，《南柯记》是他的第3部巨作，就是恶情被真情逐渐吞吃的表现，这是对这些的情，《南柯记》呢，这个是通过这个一个落魄的弟子叫淳于芬，在梦中政治生涯的成败，就是我们常说南柯一梦，塑造了一个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终于在官场上堕落的典型形象，这反映出作者对封建黑暗的批判精神。他怎么批判呢？就是他这个是指的是《南柯记》当然我们在这里不可能把这个剧呢，我们后面还会简单再说说它的剧情我们先把这个体现是它的中心点，我们把它这是用了几个字把它提取出来的。就是人家假定要问《南柯记》是什么，首先你记得是唐玄祖一个知情论，那么《南柯记》体现的是什么情呢？就恶情被真情逐渐吞吃，那么最后一部完成的剧它是《邯郸记》，那么《邯郸记》它就是以恶情被真情逐渐吞吃的强化，强化。那么这个其实它就是我们说的黄粱美梦就是通过这个书生他经历黄粱美梦的描绘，塑造了一个因追求功名利禄而到达高官的典型形象，它展现的是当时封建士大夫的荒谬现实和虚无人生，深化了作者对封建黑暗现实的批判，他当时他这个蕴含的字形是这么几点，这是上面讲的就是我就是说的以情格理蕴含的深刻思想内涵，这是从我讲座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包括这个3个层次。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个临川四梦本身为什么它叫临川四梦？这个很简单，就是它每一部戏都有梦，但是紫钗记的梦呢，它是比较少，它是很少的一出，这里有个简单的剧情简介以及它的梦的构思。我们先看看，大家可以把这个稍微边看，我就很快的把它读去。就是有个陕西才子李益，他在元宵夜关灯，碰到了才貌双全的少女霍小玉，一见倾心，就把那个小玉呢，挂在那个梅花树上的紫玉钗当作信物，定下终身喜结良缘。后来李益中了状元，但因为得罪了那个卢太尉，那个算是最高的权贵嘛，就把他派到那个玉门关外，去到军队里去做参谋，叫参军嘛，那么后来，那么李系与霍小玉婚姻，虽然结婚不久，但是因为没有办法，但是然后就在告别，就是著名的，就是在那个阳关，叫做灞桥折柳阳关送别。我们现在好多都是有个折柳阳关这个戏那么后来卢太尉呢，又把他李益又改为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他得势回朝以后，但是他在外面都立了功呢，但是那个卢太尉呢，还是想招他做女婿，因为他是状元嘛，但是李益是不肯，那就把他软禁在这个卢太尉的府中，但是他那个其中为什么那么其实大家就会想，他怎么没有关系这怎么李益就不会跟霍小玉写信呢？但是我们知道，
古代啊，那可不像现在，写一封信，那从边关寄到那里不晓得多久，但他写来的信呢，都被罗太尉把人把他卡住了。那么霍小玉就不知道李义的生死，啊，所以他以为啊，那个李义要不就娶了别的人做啊，就把他抛弃了，啊，所以他说他要去寻找他，就就心里很悲愤，就把他所有的钱财都变卖，连那个信物纸钞也卖掉了，啊，然后就是把那个所有的钱财也散掉了，啊，但是呢后来散掉的幸好就遇到了一个侠客，这个侠客叫黄三克，就慷慨相助，就让他那个霍小玉和李义重逢，最后就真相大白，他们夫妻团圆，当时这一个团圆讲。那么这里我要说就是说，但是可能有些我们在座的人可能不大懂古代的一些风味。古代的女子，尤其是未婚的，平时啊，就是不能抛头露面的，要待至闺中。为什么叫待至闺中呢？要坐在闺房里。她每一年可以出来的时候，就是未婚的少女年轻女子可以出来的。只有在元宵关灯的季节，所以说呢，我们觉得我有时总跟我们当时我在就讲，我说你们这有些很幸福啊，天天都会到处窜了。你看原来的就是说关你，你一天到4就都关在绣房里，要你去绣花呀，什么之类，那一天到你只有一天可以出来，元宵那天可以出来关灯，啊，当然这是题外话啊。那么这是它的剧情。那么他的梦在哪里呢？就在中间，就是霍小玉因为思念李煜啊，就发生了重病，重病，他重病了呢，病了以后，他就梦见了一个穿黄衣服的剑侠，黄衣服的剑侠，是吧？那个剑侠送给他一双小鞋，那么他在下面那个鞋，那么后来他就觉得，他说为什么送个鞋子啊？他就他的一个要好的，就是隔壁的一个邻居叫鲍四娘，就来跟他解梦。他说这个鞋子的鞋啊，跟和谐的谐是同音，就是说，他说你们2个人一定能够重谐连理。所以你不要急跟他解梦，所以因为这句话，因为这个梦，所以这个梦在古时候啊，它不叫紫钗记，它除了叫紫钗记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邪儿梦，啊，当然《牡丹亭》就叫还魂记啊，还魂记。这个是它的。那么这是紫钗记的紫钗记的梦的构思啊，它就是这么一小段，这是汤显祖临川四梦里面写梦写的最少的，也就是这么一则里面，也很短暂，跟后面的些都不一样，我们大家可以看来比较一下，那么这里就是说。对于这个梦的解读我们是从文学里面来解读它，他安排了这个梦，就我们要分析一下，他这安排他做梦或者那个鲍四娘跟他解梦的情节，他一方面是反映了霍小玉对这个破镜重圆的渴望，和对美好婚姻的魂牵梦萦。也表现了解梦者，就解梦者这个鲍四娘对着他的善解人意，当然这是他的表面希望他活下，但他的内涵就是表示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是他的那个，所以呢就这一个简短的这是。这个《牡丹亭》这个《牡丹亭》可能有。牡丹亭是长一点这个剧情呢，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我们这些同学有多少人读过《牡丹亭》的？有多少人读过？也举个手我看一下。就是读过《牡丹亭》，就是你看过他的连环画都可以。我看了一下，好像，不知道是不大胆呢，还是确实是这样的，好像看的人不多啊，只有几个人举了手。所以但这个临川四梦啊，我建议跟你们讲呢，你别的梦你暂时可以不看，但是《牡丹亭》我建议你们要去看看啊，这是我提议的。这个写的是什么呢？我这里也简单的说一下，因为它的细致很长，这是故事简介。就是南宋，背景是南宋，有个南安太守叫杜宝，他聘请了一个老学究陈最良来他家里的私塾教他的独生女杜丽娘。那个杜丽娘呢，第一篇教的就是《诗经》，《诗经》的第一篇就是什么呢？关雎，关关雎鸠嘛，那么这一篇就开启了杜丽娘的怀春之情，那么后来呢，那么过了教了几年，她都不愿读书，那么这个丫鬟那个春香就逗引她，反正你爸爸也出差去了，下乡去了，这个老学究也打瞌睡去了，我们来到后花园去玩一下，然后他就去游园，他有后花园，自己的后花园，该游累了就趴在那个台上打瞌睡，就睡就梦见了一个手里拿着柳枝的书生，这柳枝他叫柳梦梅啊，他就跟那个柳是幽会，醒来以后书生不见了，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得了病，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得了相思病，就是这个书就老不见，就病了，他是因情而亡，就是因为这个没见那个书生，他后来自己还到花园里去寻，也没寻到什么，就因此抑郁而的，他也治好了，就是病了，这个是一段。接下来就说这个柳梦梅呢，那么这个就叫他是岭南就是广东的广东那边的人。那么这个岭南的也是个书生柳梦梅，他赴京赶考。那个时候的南宋的都城，大概我们知道是哪里？不是北京是现在的杭州那是南宋的都城。然后他就来应试，但是在路过这中途呢，就路过一个梅花庵，就捡到了一幅这个杜丽娘自己跟自己的画像自画像呢，然后他就天天拿着这个画像在那里看，念叨这是哎呀美人啊，你怎么在画上啊？没有，我看不到你真人啊，大概就是这样在这里，天天就我们觉得像我们现在大家看下去，这个人肯定有神经病，天天念这几个字，因为他是病了，这个是一段。其中就又说到这个杜丽娘呢，到了去世以后因为他就是一直在地狱里面，当时就是那个就是跟阎王就是判他把他暂时关在里。那么捡到画像以后，那么这个连阎王呢都被他这种精神所感动，就准许杜丽娘暂时还魂，来跟这个在梦中跟那个柳梦梅，梦中情人相会。当然这里写的是个幽构，就是他们就说已经就像男女一样的自己结合在一起，在梦中在梦中那么当然柳梦梅呢也为他的真言所感动，到这里写错了一个字，不是开馆的，是开棺，把他的棺材那么那个杜丽娘告诉他，你要到第二天什么什么时候，你要去什么时候把那个棺材那个打开，然后我就会还魂那么当然这个
那么当然是杜丽娘，果然她就还魂了，就因情而回生，就又活了两个人呢，就正式结为夫妻。那么同赴临安，临安就是现在杭州，就是南宋的都城，因为他那个柳梦梅还要去赶考嘛，那么这里的柳梦梅后来考中了状元，当时又碰到那个金兵进犯，发榜呢延迟了一下，那么杜丽娘就委托柳梦梅去淮阳，就是江苏那个淮北扬州一带，去打探父母的安危。因为那个杜宝啊，就他的爸爸去那里当指挥军队，总兵去抵抗金兵，所以他打探，那么后来杜丽娘在临安呢，不仅相遇了，但是柳梦梅找到了杜宝，却被当成是盗墓贼。但是盗墓这个规呢，在任何朝代都是要杀头的哈，你把人家死了，你还把人家的墓都挖掉了，这个盗墓的挖掉。但最后呢，当然这个是闹到皇帝那里闹到皇帝那里，他的那个杜丽娘的那个杜宝呢，仍然不承认他的婚姻，就说他这就是鬼，当然最后也是皇上下圣旨裁定，杜丽娘和柳梦梅才终成眷属。这个当然，这个我这个故事简介也说得很简单，因为大家不熟悉嘛，可能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是他的那个故事，那么这个梦的艺术构思呢，它主要是在，它就不是一个短短的一个梦了，整个的这个2个折子戏都是梦，一个是第10出的金梦，这个做梦的人，君梦也好，寻梦也好，做梦的人都是杜丽娘，当然这个情节刚才已经简单说了，是吧？他开始因为读书烦闷，春日游园，那么困乏的时候梦见了书生柳梦梅，两个人春心荡漾，与柳梦梅呢情意缠绵，但是他的梦醒了以后呢，当然他是一个人躲在闺房里独自品味，后来也就是心情不好呢，过了不久，他就开始了主动寻梦，实地寻梦，就去寻找爱情。那么在这里安排的金梦，我们可以说这是《牡丹亭》中的一个关键情节。为什么说它是关键呢？它是杜丽娘这个生命性情的大转折，表明她的少女的青春意识被这个梦所激活，也从那个文学形象上说，一个因为渴望爱情，并将爱情置于生命之上的新的女性形象由此诞生，那么寻梦，我们知道它是伴随着金梦而来的，如果说我们在这讲我们文学分析是这样的，因为我是教中文的当然我不是，但是从我们文学的意义来讲，如果说金梦只是杜丽娘爱情的一个主观意识在虚幻中的觉醒的话，那么寻梦就是她在现实中寻求爱情的十分重要的主动行为。开始开始做梦，金梦只是一个虚幻的，但是他去实地去寻，这个是真实的，当然除了这个以外，那么后来呢，那个杜丽娘又因为因情而死，后来又为情复生，当然这包括他写自画像包括后来直接面对父母包括他的后来什么魂游故地再一个后来他自己自主婚配
还包括最后他在朝廷上直接跟那个面见皇帝啊，等等，这些东西都为他的这些行为奠定了和行动的基础，所以说他这个安排这两件安排我们就说他是非常的有它的特点所在。那么对于这两个梦呢，这个刚才我也讲了这两个梦都是关键情节它在惊梦开始转折然后他在现实中又再次寻梦，一个是虚动到主动这是他的解析。这是他的《牡丹亭》牡丹亭。那么我们看他的第3个梦。那么对这两个梦呢，我做一个小结。这两个梦就是不是这两个，就这2部戏剧中的梦，它都安排在戏剧结构的某一个关键点这个关键点都是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极大的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就是这个是。但是后面2部不一样后面2部整部戏呢，就大部分时间是演梦中的事，这个只是梦的一部分好，那么我们看第3部剧，就是《南柯记》。南柯记写的是一个书生凭落魄书生他喝酒了以后做梦，梦见他到他门口院子里的一个大槐树下，一个蚂蚁穴里面的叫做大淮安国，还娶了那个大淮安国的那个金枝公主叫姚芳作为妻子早期当然说娶了公主，那她就是驸马那么既然是驸马，那是当然很威风了。那么就因为他的裙带关系然后他呢淳于髡呢就被认为南柯郡太守相当于这个太守就是相当于他那个国家的一个省那么他在太守呢，在南柯这个地方做了20年的官然后治政有方，老百姓非常喜欢他，他喜欢到什么程度？喜欢到后来他要走的时候，老百姓跪在他的车子下，拖住那个车不让车子走就是这。那么这是写他。那么这个姚芳公主就这里写的就也叫金枝公主她因为生育过于频繁，她后来就体质比较弱就得了病呢，就找那个淳于髡就跟他建立了一个避暑的地方，这个避暑的地方就叫瑶台。那么瑶台的对面呢，也有一个蚂蚁国，那个蚂蚁国叫檀罗国。他认为这边很富裕，又听说那个公主长得很漂亮，自己的老婆呢刚刚去世，就想了他就要来攻打这个南柯，攻南柯。那么后来当然是淳于髡呢，他把这个公主就救出来了，无主于后了。但是公主在那个进犯的时候，也亲自上城，抵抗那个侵略，但是还是吓到了一个女子嘛，她哪里打过这么大阵势射一箭射到她的那个皇冠上顶，把她吓晕到在地上。因为这个一个本来就有病。第二个在那个檀罗国来进犯，又受到惊吓，那么病情就加重了。但在加重后，当时还没死，他怎么死的？就是这个淳于髡呢，后来因为他抵抗那个外国治理有方嘛，抵抗外国军队也很厉害，然后他就升官了，升到了左丞相。
啊，就是仅次于那个右丞相，啊，就是这是很大的官，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啊。那么他升了以后，就跟南柯的父老相亲啊哭别啊。那么在这回去的途中，那么他这个瑶的公主就病死在回京的途中啊，没有到京城就死了。但是他虽然是他这个公主死了，但是淳于髡回去以后，他还是受到了皇亲国戚的奉承，大家都拿着纷纷向他给他送礼，请他喝酒啊。但这个淳于髡呢，当时就对于公主的去世因为悲伤而不能自拔，就天天沉溺于风花酒月之中，啊，甚至他宫中有几个寡妇啊，他都跟他当初是皇亲国戚都跟他在一起喝酒，人家睡在一个床上去，啊，这个剧中有几句都点到了，啊，那么到了另外还有一个丞相呢，就看到淳于髡呢这个样子，哎呀，这么多王人贵人都是给他送礼啊，还陪他喝酒，看到他的权势不是越来越大，那不就是他是一个外地人，不翻了天，然后他就找了个借口，就是说天上有异象，就劝国王把那个淳于髡呢遣逐回家。那他遣逐回家就是回到他自己的老家，但是梦醒了以后，梦醒以后，这时间到了，当然这个戏里面是演了这么久，但是梦醒了以后，那个酒，那个大家知道，注意他喝的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白酒啊，那么古代我们喝的是什么？米酒。米酒凉了是不好喝的，要把它温热来喝。我们很多家在农村的，我们都会做那个米酒，都会把它落。当他梦醒的时候，这个酒还是温的。你说他梦没多久，但是他演了这么久，那么他酒醒了以后，他就老想着梦中的事，然后就去在他自己的院子里去寻梦，找到了那个蚂蚁窝，也找到了大槐树。那么最后，他就被那个一个禅师点化，这个气玄禅师点化以后，就解脱了情欲带来的烦恼，然后顿悟成佛。他后来成佛了，这个是他一个简单剧情啊。那么这个用梦实际上我们当然是说，他这个做梦的是因为余酒尚温这个时间是不长的，但是实际上是说这是什么呢？他做梦的时间短，就我们这个故事后来我们就演化成那个成语叫南柯一梦，南柯一梦。那么在这个剧里面，那么汤显祖他的梦是怎么构思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我这里写，他全剧的3/4的篇幅都是写淳于髡的梦境，对不对？所以梦境，你看他的淳于髡因酒醉而梦，成为蚂蚁国的驸马，然后又依靠裙带关系当了南柯太守，治理南柯20年，颇有政绩，然后再次升官，受到朝官的权贵的屈服。后来因为宾主病逝，他感到极度的悲伤和空虚，为此沉湎于声色犬马的淫乐生活，最后遭谗言而被罢官，被遣送回乡后，然后梦醒了，此时余酒尚温。这个就是汤显祖在《南柯记》里面对这个一个他的构思，对《南柯记》的一个构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该看看第4部，最后一部叫邯郸，临川四梦的最后一部叫《邯郸记》。
韩南记也是做梦的哈。这个剧情呢，就跟刚才那个剧情是跟佛教有关啊，佛教有关。那么这个呢，记得是跟道家有关啊，道家有关。这里我插一句，因为这个我们那个很多文学的评论者对汤显祖这个《临川释梦》啊有一个字的点评，一个字，他说《紫钗记》是什么？鬼，写的是鬼，杜丽瑶不是鬼吗？那个牡丹亭牡丹亭写的是鬼，紫钗记写的是什么？侠义的侠客，他们有个黄山客的人。那么南柯记写的是什么？佛。那么这个邯郸记就是道啊。注意看，所以汤显祖的思想很复杂的哈，啥都有。那么这个剧情写的什么？就山东世子卢生啊，在那个去邯郸赶考的路上，碰到了8仙之一的吕洞宾。吕洞宾呢，看到他以后，觉得这个卢生啊，可以超度他，可以成道，可以成仙呐，啊，学道就是成仙哈。然后他就来试他。那么古人大家知道，他卢生他为什么要去赶考？赶考不就是为了过好日子吗？升官发财吗？名人啊，然后他就送给他一个瓷枕头，哎，那个卢生呢，在这边呢就叫那个店小二去煮饭，啊，那你先睡一下吧，啊，这样讲，我来给你煮一点黄粱米饭，啊，那么他枕着瓷枕呢就是睡在了，就是在梦中哈，先娶到了一个大家闺秀叫崔氏，后来那个崔氏因为大家闺秀他家里有钱嘛，然后又去这个崔氏告诉他去行贿，你考本来这个卢生啊没考到状元，他是通过行贿，本来是第3名还是第几名，就把他调到前面就做了状元啊。但是得到状元以后呢，本来当时人得到状元呢，应该去拜师啊，去面见师爷。当时这个于文龙这里写一个人，他的权势很大，所以考中的士子呢，都去家里拜见他，还要送礼。但是这个后来一查，哎，新科状元卢生没有来拜见，他心里很不高兴。当然他也不会当面说出来。你这样的人啊，你不这样，我先把你弄到边疆去，那就先把他排挤到京城之外，就放到陕州去。陕州就是今天的陕西一带啊，陕西山一带，让你去那里凿山治河。哎，这凿山治河他运气好，他通过一些方法，他打通了那个100-200里的路的那个把石山开凿成河，用一些方法，他最后是成功了，本来可以回京了，回京了，但是这个于文龙听到他呢又不服气，他说你这一点点功劳就想回来，不行，刚好那个吐蕃那边人呢来侵犯那个来犯，他又向皇帝推荐，他说让那个卢生挂帅去征讨吐蕃，但是这个卢生呢，他跟吐蕃关系搞得很好，他反而把那个吐蕃打败了，然后打败了，就是最后还升了官，是吧？你看他升任为兵部尚书，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防部长一样的，那好大的官呐！但是在回京的途中呢，这个于文龙呢不服气，就是觉得让他来上岗了，那是不行的，人就通过造了一封假信污蔑他，说他为什么是吐蕃会逃跑啊？他会打得赢呢？他是因为跟他是有关系的，他是偷偷的跟他是有相同关系，私通敌寇，
赶紧私通敌寇，你还了得？那不就要判刑吗？判的什么刑？判极刑，判进去是要杀头的，啊，要杀头。那么后来这个杀头，那么他的几个小孩啊，什么炊事啊，几个人呢，就去喊冤。当然还有另外朝中呢，还有另外的人帮他替他说话。好，那就死罪难免，活罪难逃，就把它改贬。你到那个广南去吧，广南一个地方叫鬼门关，广南就是哪里啊？就是广东以南，岭南那个原来那里是比较不像现在广东那里很发达哈，原来那里都是属于是不开放，不毛之地，就当那里去当囚徒，啊，当然后来，他通过得了关系，才得到平反，得到平反以后，那么余文龙下台，他当了宰相，啊，他当了多少年呢？啊，当了30年，当了蛮久。那生的那个儿女呢，老婆一大堆，儿女一大串，天天在这喝酒，享尽了荣华富贵，但是当这个人呢，兄弟们，他这里我写的是，他年过80以后，他是怎么死的？纵欲而亡，就是太过度的跟这个沉湎于酒色之间，这是说，当然亡了，啊。就是，那当然你说80岁，我跟你讲，80岁可能不算什么，但是我们要想，他80岁在古代年寿非常的高你像我们当然是100岁老人都有好多，当然现在80岁的，对不对？我现在现在也好到，我觉得人原来是，人生70古来稀，我都过了古稀之年，你们都在看着，刚才说这个我，那么古至80岁但是古80岁那北山愚公才90，都说他是很老的人了，所以他过的神仙日子过了很多，但是后来那么他梦醒了是什么呢？他也死了，很多人就来哭，是吧？哭，那么他的脑子里呢还在记挂，那个皇上啊，你要跟我的儿子封官呐，我的怎么要给我的家产的，刚才都下次都哭了。然后就把他的好梦给吵醒了，他就这样醒了。醒了以后，该怎么样？当然我这里写的是，说实在的，就是大家那就大彻大悟，才悟到这一切都是一场梦，都是一场空，然后就同意跟着李洞宾学道，来跟着李洞宾去成仙。那么这个够解，是吧？那么这一出戏里的构思，那么他写梦写了多长啊？全剧有5/6的篇幅是写卢生的梦境，卢生的梦境。那么当然这个梦境我这里是更简单了，这里不是，这是把前面的再简化一点，是吧？那么在他梦醒的时候。是吧？他整个的，就是说，从开始李洞宾给他枕头开始做梦，到最后一出，他在亲人的痛苦中梦醒，那么这个时候看梦做了多久？这个黄粱米饭才刚刚熟。那么我们也知道，你把米饭煮熟了，古代也不要多长时间，当然古代烧柴火，那也没有什么电饭煲、高压锅，但他煮饭大概20-30分钟吧，我估计也就这么长，饭肯定煮的是吧？就是他就做了这么时长的梦，所以这个就是更简单一点，来我们大家看。那么这就跟这2个梦的话呢，我们可以说跟前面2个梦做一个简要的对比。前面都是中间的某一出做梦，那么这2部梦呢？是作为整部戏剧的主体，这些主体就是整个都是在写梦既是以梦的虚幻反映真实，也是间接批判当时官场黑暗现实，黑暗现实。当然说穿了，我们当然很多人做评价他，这个也是汤显祖
对人生如梦的深刻感悟当然，他这个南街和故事呢，都是来源于取的那个，我们也把它称为叫黄粱一梦黄粱一梦，这个也是我们成语的来源。我看这个是他的梦的构思。那么下面这是在前面2个层面那么最后我们再讲一个层面，就专门写这个，以来举个例子，说他这个独特不朽的女性形象因为我们这个刚好我们在座的女同学比较多。那么这里呢，我这里是以一个杜丽娘、牡丹亭为例，因为我不可能每一部戏都展开。那么牡丹亭呢，也是他的代表作。其实这里写他的，在这个汤显祖写的牡丹亭，它是原来是有故事的，就有人写过一个故事，叫做杜丽娘暮色还魂，所以这个牡丹亭也叫还魂记。其前面几个梦前面几部剧都是故事改编的，都是有故事改编的那个紫钗记就是唐朝的传奇，叫《霍小玉传》改编。那个南柯记呢是改编为叫《南柯太守传》南柯太守传都是改编的。那么这里我们先来看看原来的话本。什么叫话本呢？话本就古代有个说书的人，就是开个茶座里面每个人都都来喝茶，他就拿一个金堂木坐在这里跟你说书。那么说书的底本就叫话本就是讲故事那在原来的话本中，杜丽娘是什么样子呢？怎么刻画的呢？他说杜丽娘虽然是殷勤还魂但是他们是门当户对的，他和柳梦梅，因为他们的父亲都是太守，是吧？那么最终结为夫妻，那不就是门当户对吗？门当户对所以他的结婚没有什么大的波折他最后的结局也是富贵妻荣，这个套路是一样的。那么既然是门当户对也是，所以在话本里的杜丽娘，她对爱情的追求不需要冲破什么封建礼教的束缚，她本人也缺乏什么无怨无悔的个人反抗精神，她不需要，反正都是父母弄好的那么我们看牡丹亭的杜丽娘形象，那么就是汤显祖重塑的。你看他改了吧？柳梦梅他的爸爸不再是太守，他自己就是一个怀才不遇的穷书生。那么杜丽娘的杜宝呢，官位是比较显赫，但是他是一个封建家长的古板的封建家长的代表，所以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相爱乃至结合会一再的受到阻挠。既然受到阻挠，那么这个新的杜丽娘形象，她对爱情就需要更多的觉醒和呐喊她也更具有，所以杜丽娘本人也更具有不懈的追求和敢于反抗的精神。这是我把这个话本中的杜丽娘跟汤显祖这个杜丽娘他的这个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所以我这个标题说它是一个独特不朽的形象意义。那么这个它怎么？我们看一下，它这有几句经典这个意义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说它你说这个形象有不朽，那么从文学的意义角度出发是吧？它是深刻表现了在封建专制重压下，青年男女要求个性解放、争取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呼声，无情暴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腐朽及其对人们美好生活和理想的摧毁，充分展示了作者至情人生的崇高理想。
它怎么制成的啥？这里有几句名言，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这是他表现的，这是汤显祖在《牡丹亭》里说的。我们说这几句话是它里面的经典。如果你到文昌里那个街上这个文昌里景区你到街上那个灯，晚上我到那看，像这样几句话都会照在那个墙壁上。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你们到那晚上去那里看的时候，比如说这句话在《寻梦》里面是“花花草草犹人恋，生生死死谁人怨？便酸酸楚楚无人怨。”注意这个话，这花草是你可以任意喜爱，生死随我自愿，我想生就生，想死就死。但是我所做的一切，虽然感觉上有点酸楚，但是我无怨无悔，无怨无悔。所以这句话可以说它是表现至情论的千古绝唱的名句，千古绝唱的名句。这是他在寻梦里面的牡丹亭寻一则。当然那个牡丹亭，我这里还顺带说一下，他当时公元以后，他最早的演出，他是在浙江遂昌写好的。那么回乡以后，他是1598年回乡，1598年回乡，直到1616年逝世。他在家乡，就是临川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一直过了18年以后才去世。他的戏在他这个回乡之前都没有演出过，只有到这个后来有哪里人演出呢？我们这里有福州宜黄县的人，就宜黄的戏子叫夷陵，他教了一批他自己做导演，把那些人来演出，那么慢慢的就在演出了以后，那么演出的效果是什么？在这个之前，那很多人最喜欢看的是《西厢记》。自从《牡丹亭》一出来以后，《西厢记》就是我们牡丹亭把《西厢记》打停了。你看，家传户晓，几令西厢减价，这是一个明代的著名学者那么这个呢，可以说在明代末年，或者一直到清代初年，它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巨大社会反响。其中，尤其是杜丽娘的她这个至情的观点，引起了青年女性的强烈共鸣。那么我这里举了3、4个例子，大家看一下，举的例子这都是古上有记载。就是有一个叫这写的都是女的有一个叫商子霖的，她上台演出寻梦，演出，她演杜丽娘，在演到寻梦这一场的时候，她因为自己融入了角色太深，在演的时候就活活气绝于舞台，就死在舞台上演的，这是叫商小霖。第二个就叫一个叫于二娘的，她看了《牡丹亭》以后，天天老拿那个杜丽娘跟自己相对照，觉得自己的命运跟杜丽娘很相似，但是没有她那么圆满，所以一直郁郁而终，直到老死。那么第3个女性是叫金凤殿，金凤殿呢，当然她别的要求没有，她跟她家里人讲，我去世要别的不要，你只拿一个《牡丹亭》给我陪葬就是，没人那么还有一个叫冯小青的，那么他就写了一首诗，寄托了他的悲情，岂独伤心事小青，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跟杜丽娘有共鸣，就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呢，就是这是从一个侧面这个来说明的，就是说她的青年女性，她影响是很大，这是女性形象嘛。然后当然这个，那么当然这个除了舞台演出以外，这是顺着说1、2句，就是说，这个到了当代，当然我们是继续演，尤其是2016年以来，
我们习总书记啊，在2015年到英国访问，然后他跟英国学者呢，英国刚才达成了一个协议，我们两国人呢来共同纪念中英双方的伟大戏剧家啊逝世400周年。他1616到2016嘛，当时在福州也开的那个会很隆重，可能那个时候你们年纪还比较小，你们在座的这些同学还比较小，那个是规模非常大的，规模非常大。因为他们两个人是，那东方就是莎士比亚，西方就是汤显祖，汤显祖也成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他这个是都是我们学术界都是这样说的。那么他们是同一年，虽然没有同年出生，但是他们同一年去世。当然，其中去世的还有一个西班牙的著名作家叫塞万提斯。你现在福州有个山翁花园，就是寄托他们3个人的，他们就是山翁，就是这3个人，就是400周年的时候，那么汤显祖的在当代除了舞台演出以外，他也翻译成。到很多翻译到国外，翻译到国外最主要是英译本，这里就是有一个汤显祖戏剧全集，包括那个纸孝记都翻译成。那么这边旁边这一本书呢，这也是我们跟福州的几个学者共同把汤显祖这个那种比较拗口的临床事迹编成了一个汤显祖临床师母传奇故事集，就是你们像你们在座都能看得懂，你不用看他的文绉绉的词语什么东西这其中我其中参编的是编南科记是我弄的当然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个比如说原来还出了一些什么连环画呀什么字吧连环画，你看这连环画一套，临川四梦，是吧？还有邮票那么因为我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也不要展开太多。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是我的要求但是既然是在这里讲座嘛，再跟大家有点交流，我看看大家呢，现在就给几分钟时间跟大家看有什么问题看一下。黄教授您好，在1999年由您主编的《临川近现代文化史》，这一本著作呢，我也是刚了解到，然后这本著作呢，为我们呈现很好的了解临川文化，提供了一个平台。那么，这本书呢，既是我们了解临川文化的一本重要著作，也是宣传临川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那我就比较好奇的是，您创作临川就是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好，刚才这个等于追根溯源其实我学大学了，提得很好。我读大学读研究生都不是搞临川文化的，我是后来就是读了研究生回来以后呢，在那个学校里呢，我们原来是最早有个学叫抚州师专，就后来并到了东华理工。我当时，那么抚州师专呢，在我进去以后，有一个老学者也是年长，叫罗传奇先生，他主编过一部临川文化史，那时候我不在。那么后来呢，到1994年的时候，那么学校里就成立了临川文化研究所，我呢就是成为临川文化研究所的第一任负责人。那么第一任负责人，我当时叫我来接，我可以也是当时也是从那个是90年代中期才开始做临川文化研究，
当然现在差不多30年吧，94年开始到现在24年。那么当时就是我跟领导反映说，我说你们原来编一个，那么我就把一个设想，跟领导汇报。那我说我从哪里入手呢？那么他讲一个要对前期的临川文化，那么我们学的做一个综述，然后我说这个可以，但是综述以后，我觉得我说你们前几位老师写了一本临川文化史，那个是偏重于古代的啊。那么我呢，我想写的就是说，我想在3年之内写一部临川的近现代文化史，也就是整个抚州地区的。然后这就是我从事临川文化的缘起。那么从那个时候96年开始，那么到3年之后99年如期完成，就成了现在这本书啊，谢谢。黄教授您好，我是2、3级本科一班的陈天业。其实刚刚我听您讲的这个临川四梦当中我其实印象最深刻是他的一个至情论。那我想提问的是，汤显祖在临川四梦中，他对这个人生、爱情和命运这些主题都进行了一个比较强烈的关注。所以我想说，这些主题它对于当代的读者来说有哪些启示或者意义呢？好，以上是我的提问。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对当代的一些启示哈。那么实际上那我们在这里现在讲汤显祖，当然不是，首先我们要明白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跟汤显祖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我们不是说什么东西都，我们需要向他学习的是他这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他的就是用戏剧这种形式来曲折地反映出他对当时那种封建理学的一些不满，这是他当时的。那么对于我们现在的那个年轻人来讲呢，我们认识、学习或者说研究汤显祖或者他的临川四梦我们都是为了把他的这个好的东西，从中吸取他好的东西进行发扬光大，而且让我们的文化有更好的传承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于这些东西，当然我们研究这个，这是一个初步的了解。实际上汤显祖身上我们是说不完的故事，也说不完的临川四梦。比如说汤显祖身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清官。我前2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汤显祖的循吏议事。什么叫循吏那个遵循的循吏是官吏的吏。什么循吏就是现在的好官、清官。那我把它进行了归纳总结当时后来在那个抚州文史上或者都进行了发表。这个就我们要学它好的东西那么我们当然从我们现在来讲呢，还可以说，因为我这里着重的是文学方面的解读，所以希望大家呢，我也希望大家，让大家，因为我们都可能不是专门写什么中文系但是什么东西，所以只是说从一个表面先来初步的认识和感触一下他的东西。如果大家要深入了解，一定要读他的原著但原著读不懂，就读一个初步的那个通俗一点的，就像读那个故事集谢谢你。王教授你好，就是我这边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你在讲的时候
也提到了莎士比亚，然后我想问的就是，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比呢，他们对当时的社会会有什么影响呢？谢谢。刚才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它就牵涉到中西方的问题，因为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研究，它是一个专门的研究课题，那么他们的共同点，我只能说一下哈，共同点就是在于他能够把人性的进行真实的表现出来，这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当然呢，但是莎士比亚他就说他写的东西呢，他有写了悲剧，也写了喜剧，他有什么那么悲剧我们都知道什么哈姆莱特啊，什么李尔王啊这些东西。但汤显祖，你看他写的这个东西，他是悲剧吗？但是好像不像是悲剧，但他还是站着有中国的这一点特色。中国的舞台特色是什么呢？戏剧的大特色有点大团圆结局，就团圆了，就他最后给人的感觉是美好的向上的。而且这个莎士比亚他写的原来呢，他写的实际上他写的都是话剧，他不是像我们中国这样戏曲表演，这是中西方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后来他的话剧就有人把它演绎改编成歌剧，这个有，但是不是像中方这样的去展示。但是这个跟他的对比问题，如果你要详细了解的话呢，可以在网上做一些更多的探讨。因为我对他们两个人的研究对比没有进行过专题探讨，所以我不好说的过多啊，谢谢。教授您好，就是刚刚听了您的讲座呢，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对后世的影响和一些相关的意义，有哪些？这是汤显祖《临川四梦》的影响是吧？对。这个它的影响啊，我在这就是我只能说两句话呢，是说不清楚。但是我就说从目前来讲，它的传播这个是牵扯到传播的问题，因为毕竟它是像它已经走向了世界可以说已经走向了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不说别的，就像我们这个用福州彩台戏演的这个乡音版《临川四梦》，都已经到国外演出，就是在世界上，就是外国人呢对中国的戏剧他认为在古代能够排得上号的，他认为只有汤显祖，就是西方人认为这是第二，因为当代的这个戏剧，它的《临川四梦》这牵到一个问题，它的专门的传播问题。我前两天写过2篇文章，叫做包括《南柯记》《邯郸记》它的古今的传播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都有详细的列举。那么它的《牡丹亭》呢，当然是影响最大可以说是深入人心，真的很高的。包括我们前几年搞演出，你像那个英国的一个叫利兹大学，他把《南柯记》跟他的西方歌剧改编，在我们福州来演出。当时那个是2016年，当然你们都很小，你肯定看不懂，不知道那个是叫做，它就叫《南柯梦》。就这些东西，我只能说举例性的表明，它的影响不仅仅是在国内，而且已经到了国外谢谢。好，同学们，线上的朋友们，
今天的讲座呢，因为时间关系，这个已经到了尾声。今后我们将继续深挖临川文化内涵，为大家带来更多有关临川文化的系列讲座，也请大家来持续关注。最后呢，让我们以热烈掌声再次感谢王建龙教授。